阿紫，起来了，阿紫。喂，你们去哪儿了？喂！听说没啊？又死人了，可不是嘛！哎，你说这死一个还说得过去，是凑巧，这死3个人，你说这说书的也真够邪的，他们不会真养小鬼吧？可我不太懂，这民谣里说的3尸是什么？哎，这我知道，我娘姓道，跟我说过。哎，来，兄弟，坐下过来讲讲。来，哎，坐。来，哎呀，这3尸啊，也叫3毒，上尸号华氏，中尸号滋味，下尸号淫欲，也就是咱们常人说的贪财、贪吃和贪色。要想成仙，就要先斩这3毒。哦，这就对上了。什么对了？啊，对上号了。你们想想啊，这之前死的正是那商会侍卫华磊，而他就是因为贪财而死的。这刚死的雷老爷，听说是肠胃炸裂而死啊，这正是贪吃啊！哎，可那马帮虚捕怀，哎，我可听说他有点肾虚啊，怎么着也算不上贪色吧？哎，那正是以前胡天胡地的多了，这才虚的。说的也是。哎，那照你们这么说，还真的都对上了。哎，一准没错。那民谣里的5毒，就是平日里常说的贪、怒、痴、慢、疑。哦，要我说啊，最近呐，还是少去那邀月楼为妙。哎呦，免得被那老方头盯上啊！我家还有80岁老娘呢，我可不敢去了。这走，那我也不去了。这个时辰，按道理说，早就该上课了呀。做生意就是这样，刮风减半，下雨全无，也不可能天天爆满，不是？嗯，说的也有道理。哎，谁是方志远？哦，大人，小老儿便是方志远。跟我们走一趟。为何？为什么呀？这是怎么了，大人？3劫尽数身亡。什么？什么？西转3劫？带走！天哪！这是谁在害我呀3劫死了，方志远被抓了。你们2个不用重复我说的话，先想想办法吧。去看看3姐，你们几个先去，我去找我爹，让他把方志远给放。我去备马。这文杰最近对这事儿倒是挺上心。你先别管这些了，抓紧时间。哎，怎么你也突然对案子上起心来了？这说书的老头可真多。你猜，他下回要说哪2位？总不能是……对，就是咱俩。爹，爹，爹！这又怎么了？你整日风风火火的，哎，看看把我的鱼全吓跑。你怎么让9哥把方志远给抓了？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那方志远一看就手无缚鸡之力，肯定不是真凶啊！娟儿，来，看看这池中之鱼。嗯，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啃稀泥，每日厮杀不断。你知道如何
才能平息这场争斗啊。把大鱼吃了不就完了？如今西川三杰诡异身死，至此，西川已经发生4起谜案，死了6人，分别涉及马帮、商会、复古和混混。原本平衡的几股势力，皆因为一个说书人制造的混乱而纷纷下场参战。若我们不能及时找到真相，那如何才能平息民间的混乱？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打到头破血流，殃及那些无。早跟你们说过别太张扬，结果还是惹了杀身之祸。你们跟了我这么久，怎么连一点我的聪明才智都没学到？我这个人重感情，既然你们跟了我，过年过节的就不用担心没酒喝。福生，你看这个。喂，你不会又要往嘴里塞吧？雪迷啊，什么人倒的酒？一个丫鬟，叫小翠。人呢？哎，刚才还在这儿呢。小翠，小翠，你跑什么？追。
罪，还不束手就擒？你受伤了，我带你去医馆。走。我要取剑了，要忍着点儿。忍住啊！别乱动啊！他怎么样啊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近几日不能动刀枪，扶他去那边歇着吧。来，慢点啊。逃走的小翠你怎么看？虽然今天我们是分头追击，但是路上都碰到了不同的麻烦，这中间一定是漏了什么。比如，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会杀人？只要是人，就都有可能会杀人吧？这就是问题所在。我们之前都觉得，能犯下如此大案的一定不是泛泛之辈，但其实咱们都错了。只要是人，都有可能作案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咱们不能一直被人家牵着鼻子走。我有一个思路。我一直特别讨厌你们这些开智库，别人开店讲究童叟无欺，你们开店讲究恃强凌弱。他有话说。这些开智库的嘴里没一个实话，我得让他想清楚了。再来一个。没什么难度。这样有意思多了。没意思。掌柜的，我查了你的账本了。那个金圈嵌水晶的镜子，居然才花了800钱，连头羊都买不起。那胡商再怎么着急用钱做盘缠，也不可能这么少。我全说，那些东西是贼赃。西川城里各凭本事，收了件贼赃，值得你这么隐瞒？能让叶萧提出手的人家，这怎么可能是普通人家呀？我这是我怕惹祸上身吗？这不，还他妈编！没编。叶萧提800钱就把那东西卖了，他脑子进水了还是我脑子进水了？不是他卖，是他徒弟来卖的。他徒弟，你确定？
不生怀疑的方向是对的。行，走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！郡主，郡主，夫人今日无心见客，还望您多担待。这就是您要找的厨子。还活着，太好了！我还以为你已经被雷家杀了泄愤呢。郡主，小人有罪，幸得夫人大人大量，这才饶得小人一命。我们雷家并非嗜杀之人，而且老爷的死，只能说是天意使然，他也是无心为之。这件事儿，不怪他。天意，恐怕现在不是了。郡主，此言何意？雷老爷的死的确是巧合，可现在我们怀疑这些巧合都是人为的，我们正在一一查证。就比如说，那天车队回府，为什么你就刚好准备了那么多的绿豆汤？据我所知，这绿豆需要提前浸泡半个时辰，然后熬汤2颗，再加上放凉备用的时间，前后至少需要提前1个时辰准备吧。我说，郡主，此事真的与小人无关啊！小人只是那天见到了帮厨的小豆子，他熬了1大锅绿豆汤。我问他这是为何，他说他听说老爷他们被困在了火场附近，这要为老爷熬汤解暑。小的只是，于是就抢了他的功劳，却没想到这抢到手的，便是杀人的毒药。可是，小豆子是怎么知道我们被困在火场的？老爷怕夫人担心，并未派人提前禀报啊。问问他不就知道了？小豆子人呢？说。老爷出事之后，他就消失不见。如果浮生猜的没错，你们街上遇到那个卖狗肉的小贩，应该也是个不起眼的人吧？啊！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！念什么呢？小人该死，晚上送来的饭菜里被人动了手脚，兄弟们不小心都着了道。叶石榴恐怕也被人给救走了。这是有人故意切断线索，不想让我继续查了。线索全断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我想去华磊死的地方再看看。天色不早了，明儿再说吧。嘿，天色都这么晚了，也不知道送送人家呀，真是个木头。娇气。还说谁呢？这姑娘带劲儿。行，明儿我就告诉莹莹。别，不就找人送你回家吗？走着。哎，谁让你送我？嗯。换着手。给你开个方子。这好端端的药材就被你这么浪费了是吗？只是些不值钱的陈皮。什么叫不值钱的陈皮？你知不知道这些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，比你命还值钱？捡起来。怎么了这是？你自己看看，这一天天的白饭不少吃，
干点活就出差错。我告诉你啊，葫芦，以后你要是再这样，立刻滚出文福堂，听见没有？我来你这里这么久了，你教过我一点医术没有？你说什么？再说一次。我就是不服气，平时挨打挨骂没饭吃，这些我都认了。可是你连个学医的机会都不给我，只让我对你杂事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行啊，这几天不知道在哪儿长本事了，翅膀硬了是吧？看来我这地儿是容不下你了。这样吧，自己去后院，把行李什么的收拾一下，滚吧。滚蛋！哎，小可爱，没想到你脾气这么大。来，药方拿好。来，3碗水煎成1碗，早晚各1副，7日之后再过来复诊。多谢傅医师。那个，我叫陆月啊，这一路过来有些内急，能不能借那门魔法用一下？当然可以，就在后院，用不用带你过去？不必劳烦，我自己去就可以。那请自便吧。你在耍什么花样？葫芦兄弟，还没去收拾行李啊？其实也没什么收拾的，我就放不下这锅鸡，想着走手给他们修下鸡窝。对了，大哥，你找我啥事啊？那些人啊，满口冠冕堂皇，只会把我们当畜生一般利用，以教授本世之名行剥削之事。葫芦，你是天资聪颖的人，你甘心一辈子在这为奴为婢吗？葫芦，加入我们吧，我们可以给你想要的东西。你能给我什么？理解和尊严。不是，你说要带给我理解和尊严，可你们呢，都藏头露尾，都隐瞒自己的身份。不是你这让我怎么放心加入你们？我们想让你加入我们，是因为你和我们是一样的人，被忽略、被歧视、被凌虐、被人踩在脚下，就像路上最不起眼也是最没用的石子。一堆石子能干什么？石子可做基石，成就一座城，或者颠覆一座城。你们要做什么？西川本应该是老百姓的西川，可这些豪强富商却把西川霸占，让我们这些付出最多努力的老百姓沦为奴仆。你甘心吗？你们甘心吗？不甘心。所以，我们要向他们复仇，赶走他们。这样我们才能有尊严的在这里活下去。葫芦，当你完成考验，正式成为基石的一员，自然就会知道我们的身份。到时候，你也可以做一切你想要做的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葫芦，如果查案的捕快变成杀人者，你觉得有趣吗？你想怎么做？我要是凶手，你已经死了。明知道有问题，怎么还会摔下来啊？我有所防备，才能及时卸力。仓促之下，一定会摔伤的。哎，怎么样啊？你们看看这个，就是因为这束光，马匹才受了禁。
几位，就这儿了。老神仙，不会说的是你自己吧？哎呀，这小人所说句句属实啊！而且，请那。郡主，可有个老神棍住进来。哦，有，您说的是那位老神仙吧？什么老神仙？给我把他叫出来。好，免了。今日心血来潮，着规取诏，料到定有贵人造访，没想到西川郡主竟亲自屈尊前来，这杀老佛爷。那你可知我来找你是何事啊？啊！钟楼之事，此乃小事，也是我为城中百姓聊表绵薄之意。虽然驱除了邪物，损了我10年阳寿，但保了一方平安，也是吾辈所愿呢。的确是个神棍，动手。哎，这么多话呢？啊！你们这是为何？这个你没想到吧，小老头？说吧，是谁指使你杀华磊的？这话从何说起？你们一定弄错了。放开吧。怎么了？这个竹简上确实详细的记录了驱邪的剑阵，和钟楼上那个一模一样。你懂个屁呀！哎呀，这是我们祖传的宝贝，你们这些凡夫俗子，怎能读得懂啊？这虽是个古物，但记录破煞那一章的木牍被调换过，与其他章节所用的木牍年代上差了很多。这绳子的确像是被换过的，新的。拿来吧你！啊，这孽徒！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前些日子，我这宝书绳子突然断裂，我那徒儿突然勤快起来，他说要帮我换绳子，没想到他胆大包天，竟敢篡改宝书啊！哎呀，这真是！你这徒弟现在在何处啊？昨天午时出去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回来我一定扒了他的皮。那不就是我们抓那个小翠的时间吗？哎呀，真是！老先生，钟楼闹鬼之事，您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是听我那徒儿所说。又是一个受欺负的底层人，那就不是巧合。小姐，出事了！莫非是那冀北商会又来宣泄？不是咱们出事了，是医馆出事了。不叫人！大家先冷静一下。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冷静！
这件事情，我相信符医师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交代？你们能有什么交代？他们呀就是在害人。我之前就听说你们医馆的坐堂大夫是个杀人犯，现在他们果然开始害人了。无稽之谈！我们马帮的爷们受了伤，都是来这医馆救治。若符医师真是庸医，我们马帮早就掀了这医馆了。那他就是心怀不轨。对，这2日啊，那符医师一直跟方志远在一起，那谁知道他们是不是一伙的？对呀，你们是不是一伙都杀了？这次那件事，谁喊的？来，就他们，有本事站出来！哎，你们看啊，陈祝福跟他们是一伙的，不给咱们留活路啊！留活路，不给来！进！继续，好了。怎么搞错呀？局长，你得罪谁了？这是有预谋的，要谋害咱们医馆。肯定是幕后那些人组织的。他们这样，说明他们急了。发悬赏，加大力度，把背后的人给抓出来。悬赏谁啊？外面到处都在骂哎。你知道幕后黑手是谁？悬赏葫芦。啊？慢点。孙管事，有人找您。哟，符医师，快请坐。我听说，你一个医师把药箱丢了，要不要我帮你把这吃饭的家伙找回来呀？程主府已发了悬赏，封闭了西川，我料那小贼也无处可逃。那今天来此所谓何事啊？我来是为了华磊之死，他的死因我也有些眉目。据我所知，华磊这个倒霉蛋不是被一个叫叶萧提的人杀了吗？这还有什么眉目可查？这叶萧提也只不过是被人利用，是有人对那小象做了手脚，导致华磊摔马，从而被叶萧提所杀。这人是谁？现在还无法确定。这不能确定的消息，以后就不要同我讲了嘛。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件事，请讲。是雷觉坤死的那天，你们会长带人袭击了马帮的城西分部。确有此事。为什么？那天会长接到消息，说车忽厥弄了一批武器，藏到了离商会最近的城西分舵，准备找时机偷袭商会。于是会长决定先下手为强，就带了一批人杀了过去，结果扑了个空，白跟那帮莽夫打了一架。哪儿来的消息？在马帮周围自然有我们的人，是那帮底层的百姓。你怎么知道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现在已经找不到他们了。你还知道什么？别的我就不清楚了。不过我希望下次找到他们的时候，务必要告诉我。恶勿扬善，顺天修命；恶勿扬善，顺天修命；恶勿扬善，顺天修命；恶勿扬善，顺天修命。今日之后，西川将再也没有人可以小看我们，没有人可以欺辱我们，没有人可以虐待我们，更没有人可以把我们踩在脚下。我们要清理掉西川所有的恶人，让所有人都看到石子的力量。葫芦，在。我让你给病人的药中下毒，你为何只下了泻药，还故意暴露了自己？我下不去手，他们都是我的街坊邻居，从小看着我长大，我不能害了他们。妇人之仁。为了更伟大的利益，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要脏了自己的手，
因为我们很弱小，所以我们必须抓住每一次机会，否则我们就要被人骑在头上肆意辱骂。你忘了当初浮生是如何不在乎你的了吗？你愿意一辈子如此吗？我不愿意。那好，我会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去把浮生引过来，亲自除掉他。啊，首领啊，我们真的要这么做吗？怎么你也心软了？那些大人物欺辱你的时候是怎么做的？你忘了？他们可不曾心软。可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，不就和那些坏人的做法一样了吗？想让这座城变得美好，自然要有阵痛，要有牺牲。可是如果我们……你想背叛姬使吗？变革开始了。